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被中国政府封存了2200年都不敢挖的禁地，它就在你眼前，地图上你能精准找到它的位置，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从它上面走过，可它的真实面貌至今没有一个现代人见过，它就是秦始皇陵的地宫。你以为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吗？那只是门口的守卫。你以为封土堆下面就是棺材吗？那只是冰山一角。专家用了整整60多年，动用了重力法、磁法、电法、放射性法、弹性波法、核磁共振法、地温法、测汞法8大类22项物探手段，才勉强拼凑出地下世界的轮廓。当这幅轮廓图一出现在电脑荧幕上的那一刻，所有参与探测的科学家全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他们意识到史记里写的那些荒诞无比的传说，可能竟然全部都是真的。水银江河真实存在，星辰穹顶真实存在，机关弩箭真实存在，穿三泉而下真实存在，长明灯和人鱼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极高。最可怕的是，当我们把所有的探测数据综合起来进行 AI 建模复原以后，赫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座坟墓，这是一个被冰封了2200多年的完整的地下帝国。那么这座地下帝国究竟长什么样？为什么中国政府宁可花几十亿去搞外围考古，也死活不敢动地宫一块砖？2200年前那个夜晚，当秦二世下令封闭墓道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用最新的考古数据和 AI 影像，带你完整走进这座地下帝国，去看看那个没有任何人见过的最真实的秦始皇陵。故事得从公元前247年说起。那一年，一个13岁的少年登基了，他的名字叫嬴政。刚刚戴上王冠的那一刻，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决定。他下令立刻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13岁啊，一个现代孩子还在念国中，秦王嬴政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刺客遍地、宫斗血腥的年代，自己随时可能死。他的父亲庄襄王只当了3年秦王就突然死去，死因到今天都还有人怀疑是被吕不韦下毒。他的母亲赵姬跟襄帮吕不韦的私情满宫皆知，后来又跟假宦官嫪毐生下2个私生子，企图篡位。嬴政长到22岁那年，亲手平定了嫪毐叛乱，杀光私生子，逼死吕不韦。一个从小看着亲人互相算计、互相毒杀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对死亡有着超乎常人的警觉？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被一种对永生的渴望所驱使，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注定要横扫6国、君临天下的男人，他的死必须像他的生一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之，从那一年开始，整个秦国最强大的工匠、最珍惜的材料、最顶尖的设计师全部汇集到了骊山脚下。嬴政这个人有多偏执？在他统一6国之后，他多次派方士入海求仙，最著名的就是徐福。这位齐地方士告诉嬴政，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山上住着仙人，仙人手里有不死之药。嬴政听了眼睛都亮了，立刻拨给徐福3000童男童女、无数工匠、五谷种子，让他率船队出海寻仙。徐福一去不回，有人说他到了日本，有人说他自己在某个荒岛称了王。嬴政在岸边等啊等啊，等到自己即将老去，等到生命进入倒数，等到他终于开始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永生这条路可能根本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那就退而求其次，在死后继续当皇帝，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君临天下。这就是骊山地下帝国真正的意义。它不只是一座坟，它是嬴政对抗死亡的最后堡垒。骊山在哪里？就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东边。从西安市中心开车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东走大约31公里，你就能看到那座小山。秦始皇为什么选这里？风水大师说，这里背靠骊山，面朝渭水，是一块绝佳的龙脉宝地。地质学家说，这里的土层厚实，地下水位有规律可循，适合大型地下工程。历史学家则说，这里距离秦的都城咸阳不远不近，既方便皇帝视察，又不至于太近影响都城风水。3方面的需求在骊山脚下完美汇合。
但是还有一个更诡异的原因，古人说骊山是一条龙，从更高的位置看下来，整个秦岭向东北方向延伸出来的一条山脉蜿蜒到骊山戛然而止，山下平原开阔，渭水北流。在堪舆学说里，这叫做龙脉入海，是顶级风水。嬴政把自己埋在这条龙的口中，含着一颗名为秦帝国的明珠，他要乘着这条龙飞升到永恒的世界。所以从一开始，骊山陵墓就不只是一个物理工程，它同时是一个巨大的法术阵，一个专门为了把皇帝送往不死之境的宇宙装置。接下来的39年里，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场工程。据《史记》记载，最高峰时期竟然有70多万人同时在这里施工。7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整个板桥区的居民全部抓去当建筑工人，没日没夜地挖了将近40年。当代学者段清波教授甚至提出，虽然名义上修建了39年，但实际上集中建造的高峰期可能只在嬴政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9年到公元前213年之间，也就是短短7年。7年里70多万人没命的干活，那会挖出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这70多万人从哪里来的？主要是2个来源。第一是罪犯，秦法严苛，动不动就赐字、流放、苦役，整个帝国的监狱里关不下这么多犯人，秦始皇干脆把他们全部送到骊山。第二是徭役，每一个普通百姓每年都要为国家无偿服劳役。当帝国的大工程需要人手时，州郡县的官员会用最残酷的方式征发民夫，把他们从家里拉走，送到骊山。其中有多少人累死、病死、被监工打死，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历代史书都用触目惊心2个字形容骊山工地的惨状。更恐怖的是，当陵墓即将完工的那一刻，秦二世胡亥下了一道命令，把所有参与最后阶段修建的工匠和奴隶全部封闭在地宫内外城之间，没人能活着走出来，没人能泄露地宫的秘密。如今我们在陵园外发现了大量的人骨乱葬坑，密密麻麻尸骨堆叠，这些就是被封死在里面的那批人，他们临死前的恐惧、绝望、控诉，凝固在骊山的泥土里，2000多年了，还在诉说着一个帝王的疯狂。回到工程本身，这70多万人挖出了一座面积达 56.25 平方公里的地下王国。记住这个数字， 56.25 平方公里。北京紫禁城多大？ 0.72 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秦始皇给自己准备的这座坟墓相当于整整78个紫禁城那么大。如果把它放在台北，差不多能把整个板桥区加上中和、永和都包进去。这还只是现在能探测到的范围，谁也不敢保证地底下还有没有更多没被发现的设施。到了地表上，你今天能看到的是一座高76公尺的人工土堆，这就是传说中的封土堆。专家说，这个高度只是2000多年来雨水冲刷、农民耕作之后剩下的，原本它要比这高得多，据估计接近115公尺。115公尺是什么概念？大约等于40层楼那么高。一座40层楼高的人造土山矗立在荒凉的关中平原上，远远看去就像骊山伸出来的一只巨大手掌，拖着秦始皇飞升的灵魂。更厉害的是，这座封土堆并不是随便堆起来的一个土包。遥感探测发现，封土堆内部其实有一组高出地面30公尺的夯土建筑，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往上收，总共有9层。9这个数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极尊之数，皇帝叫做95之尊，天有9重，地有9层。秦始皇连自己的坟堆内部都要遵循这个宇宙模型，可见他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有多么宏大。可这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封土堆周围，整个陵园被一道内城和一道外城围起来，内城周长 2.5 公里，外城周长 6.3 公里。在这2道城墙里面，根据遥感探测和地球物理探测，已经确认的陪葬坑超过200个。没看错，200多个，而且每一个坑都可能藏着惊人的秘密。最有名的当然是兵马俑坑。1974年3月的一天，临潼区西洋村几位农民正在抗旱打井，当时正是陕西大旱的年份，井打不到水就活不下去。他们挖着挖着，铁铲突然碰到了某个坚硬的东西，当泥土被一铲一铲刨开，几片色彩斑斓的陶俑碎片暴露在阳光下，那一刻，
这些农民完全不知道自己挖到了什么，他们只是把这些陶片叫做瓦爷，觉得长得很奇怪。其中一个叫杨志发的村民甚至有点害怕，想把他们再埋回去，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阴气很重。但是当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当第一批考古学家赶到现场，当大家亲眼看到地下整整齐齐排列着的那一排排陶俑时，所有人都呆住了。世界第8大奇迹从这一铲之下重见天日。兵马俑距离秦始皇陵主体有多远呢？大约1500公尺，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在坟墓的正下方，而是在外围很远的地方。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3个坑，大致呈品字形排列，其中1号坑最大，是一个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长方形军阵，前锋、后卫、侧翼一应俱全。2号坑由车兵、步兵、骑兵、弩兵组成多兵种混合军阵。3号坑最小，但很特别，里面有3个隔间。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统帅前2个坑的指挥部。3个坑加起来，预估埋了大约8000多件陶俑，8000多个，每一个都是真人大小，平均身高 1.8 公尺，比现代台湾男生平均还高。每一个都是真人脸，没有任何2张脸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都配有真实的青铜武器，包括弓弩、戟、剑。考古学家在1号坑前5方就发现了132处弓弩遗迹，弓背长达125公分，连弓囊都用麻布精心包裹着。这还没完，那些武器刚出土的时候，居然有不少还像新的一样锋利，没有生锈。专家化验后发现，秦人在青铜武器表面镀了一层铬，这是现代工业20世纪才掌握的技术。2000多年前的秦人怎么会的？镀铬工艺需要铬酸盐溶液，需要电化学处理，需要精确的温度控制，这些在秦代理论上都不可能存在。可是出土的秦剑上那层薄薄的氧化铬保护膜，是用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亲眼看到的事实。秦人到底掌握了什么失传的工艺？至今没有答案。有研究者指出，秦剑的铬含量其实非常低，可能是无意间从含铬矿石中混入，并不是有意识的镀层工艺。但无论如何，那些剑经过2000多年的埋藏，依然锋利如新。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人对秦人的金属工艺刮目相看。有一把剑刚出土时，居然被一具倒下的陶俑压弯了。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把陶俑移开的那一刻，那把弯曲的青铜剑突然啪的一声，自己弹直了。2000多年的形变记忆在解除压力的瞬间恢复原状，这是一种叫做形状记忆合金的特性。现代材料学21世纪才开始大规模应用，秦人居然在公元前就无意间掌握了。更可怕的是，这些陶俑刚出土的时候，每一个身上都涂满了色彩鲜艳的彩绘。专家分析发现，这些彩绘用的颜料极其讲究，包括朱砂、孔雀石、青金石、古白等等10几种矿物质，研磨成极细的粉末，用动物胶混合涂抹。其中有一种叫做汉紫的紫色颜料，化学成分是细酸铜钡，这种化合物在现代化学里是高科技材料，目前主要用于超导研究和雷射技术。秦人怎么会在2000多年前就能合成这种东西？没人知道答案。可惜当时的考古技术不够成熟，这些彩绘一接触到关中干燥的空气，几分钟内就开始大面积剥落消失。从那以后，整整一代考古学家心里都背着沉重的包袱，他们亲眼见证了无数2000年的色彩在自己眼前蒸发殆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叫做绿面跪射俑，这是一尊出土于2号坑的特殊兵马俑，它的整张脸是绿色的，跟其他7000多尊兵马俑的粉白色或红色完全不一样。专家研究了好多年，提出了色盲说、化学变化说、巫师说等等多种推测，但是经过深度分析，结论是这就是当年工匠故意涂成绿色的。为什么？至今没有定论。这也是后来中国政府坚决不挖地宫的核心原因之一，我们等下会详细聊到。但是兵马俑只是序章，让我们继续往陵墓主体靠近。在陵园的东南内外城之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面积接近800平方公尺的百戏俑坑。这个坑里的陶俑造型完全不一样，它们上身赤裸，下身穿着彩色短裙，姿态各异，有的像在扭腰，有的像在翻滚，有的像在表演杂技。专家分析，这些就是秦始皇宫廷里的杂耍娱乐团体，
他打算到阴间继续享受表演。在陵园外城东北约900公尺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青铜水琴坑，坑里出土了天鹅、仙鹤、鸿雁，全部都是青铜铸造的，每一只都活灵活现。更奇怪的是，旁边还有一些陶俑，姿态好像在演奏乐器。专家推测，这些琴人居然在训练水琴，他们用音乐驯化鸟儿，让鸟儿按照人的指令做出各种舞蹈动作。秦始皇是要让这些青铜水琴到了阴间继续为他表演水鸟舞吗？还没完，文官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发现。其中铜车马坑出土的2辆青铜马车被誉为青铜之冠，每一辆都重达1000多公斤，由3000多个零件组成，连马缰绳上的铜链条都铸造得纤细灵动。1号铜车马叫做立车，是巡游用的开道车； 2号铜车马叫做安车，是皇帝乘坐的封闭式马车。2辆车的车门能打开能关上，车窗能升能降，辐条能转动，每一个机械结构都跟真实的马车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一半。专家后来把这2辆车送到实验室，发现他们用的是施蜡法配合分铸焊接的工艺，这种工艺直到20世纪才被现代铸造业重新理解。石铠甲坑里则出土了数百套用青石片串联起来的铠甲，每一片石头都被打磨得薄如纸片，再用铜丝精密连接，工艺水准令人发指。专家估算，做一套这样的石铠甲，一个工匠不眠不休至少要工作300天。秦始皇要这么多石铠甲做什么？真实作战当然不能穿石头，又重又脆，所以这是纯粹的陪葬品，是仪式性的铠甲，是给阴间军队穿的。秦始皇连阴间都不放心，他要让自己的部队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武装到牙齿。马厩坑里更夸张，居然发现了真正的马骨，不是陶俑马，是真实的马被杀死陪葬。考古学家统计，马厩坑里的马至少有几百匹，每一匹都被精心地摆成跪卧姿态，前面放着饲料槽，旁边还有陶俑马夫看管。秦始皇要把整个帝国的骑兵部队，连人带马都搬到地下去。这些陪葬坑加起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官僚系统，专家把它叫做外葬系统，象征着秦帝国的官属机构。兵马俑象征军事单位，马厩坑象征中央旧院，石铠甲坑象征军备库，铜车马坑象征太仆，青铜水琴坑象征少府下属的娱乐机构，文官俑坑象征廷尉官署。秦始皇是想把整个帝国原原本本地搬到地下去，他不只是要当人间的皇帝，他还要永远当下面那个世界的皇帝。可这些依然只是地宫的外围护卫，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封土堆正下方的那座主体墓室。让我们戴上现代物探设备的虚拟眼镜，慢慢深入地下。第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是一个巨大的防水工程。当高精度重力探测和高精度磁法扫描的数据叠加在一起时，科学家发现围绕着地宫的南、东、西3侧存在一个木字形的巨大地下构造。仔细分析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什么。原来秦人在修建陵墓之前，先在陵墓周围挖了一个比陵墓更深的巨型 U 字形深坑，这个坑比地宫还要深，直接突破了地下3层水层。挖到3层水以下之后，他们等地下水从各个方向涌入这个木字形的深坑，然后他们把大量的细致轻高粘土填埋进整个坑道，做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水泥大坝。这就是《史记》里记载的穿三泉，下固三泉的真实含义。班固在《汉书·楚元王传》里也补充了一句话，叫石椁为油管，意思是用石头砌成的墓室像一座可以游览的宫殿。这道地下水坝把所有来自骊山方向的地下水全部拦截、改道、引流，让地宫主体所在的位置永远保持干燥。最诡异的是，这项2200年前的工程到今天居然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探测显示，封土堆下方的地宫区域至今依然干燥。秦人在公元前那个没有水泥、没有钢筋的时代，建造了一个超越时间的防水奇迹。轻高粘土这种材料本身就有强烈的吸水膨胀特性，遇水之后会形成一层致密的胶体，几乎可以完全阻挡水分穿透。这是中国古代陵墓建造的核心机密之一，马王堆汉墓。
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之所以能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尸体不腐，靠的就是同样的清高粘土密封技术。秦人在骊山把这个技术用到了极致，他们不是在墓室外面糊一层泥，而是整个围着陵墓挖了一个比陵墓更深的巨型 U 字坑，然后填满清高粘土。这在规模上完全不能跟普通诸侯墓相提并论。继续往下走，穿过厚厚的回填夯土，当你抵达距离地表30到35公尺左右的位置时，你就到达了地宫的顶部。注意，这不是普通的土层交界，这是一块一块巨大的石板。整个地宫的天花板和四周墙壁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砌成的。这意味着秦人不仅挖了一个7层楼深的大坑，还在坑底用石头盖了一座完整的地下宫殿。这些石板从哪里来？据考古调查，主要采自渭水以北的山区，距离陵墓现场将近100公里。把每一块重达数吨的石板从100公里外运到骊山，再吊装到地下几十公尺深的墓室里，这个物流和工程难度，即使在今天用现代起重设备都不容易。秦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利用木质滚轮、麻绳杠杆、人力牵引，组织起几万人的搬运大队，沿着专门修建的轨道，把石板一块一块地拖到陵墓现场。据史书记载，光是运输这些石材就占用了陵墓工程总工时的一大部分。地宫本身有多大？物探数据显示，主墓室东西长80公尺，南北宽50公尺，内部空间高度15公尺，80乘50相当于10个篮球场的面积，15公尺的内部高度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换句话说，地宫主墓室是一个10个篮球场大、5层楼高的巨型地下厅堂。这还只是核心墓室，墓室的两侧还有东西2条墓道，整个地下建筑群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个尺寸。走进这个地下厅堂的那一刻，你会看到什么？史记里留下了让后人读了2000年都心惊胆战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喜赃满之，令将坐击弩使，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久之。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地宫里仿照人间的宫殿，安置了百官的位置，把帝国最珍贵的奇器异宝全部搬进去，命令工匠制造机关弩箭，任何胆敢靠近的盗墓贼都会被自动发射的弩箭射成刺猬。用水银做出帝国的百川江河大海，靠机械装置让它们不断流动循环。墓室的顶部刻画着天文星象，底部铺设着地理图形，用娃娃鱼炼成的油脂做成长明灯，可以燃烧很久不灭。2000年来，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中国古代的史官什么神话没写过，谁会把这段当真？直到2002年，一个叫做863计划的国家高科技专项把秦始皇陵列为重点探测对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考古工作纳入863计划。拨下的经费规模是天文数字，调用的设备全部是国际一流。中国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刘世义研究员亲自带队，调用了当时人类能够掌握的所有无损探测技术，对秦陵地宫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描。扫描结果一公布，全世界考古界沸腾了。第一个被证实的是水银江河。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就在封土堆的中心区域发现了一个面积大约12000平方公尺的强汞异常区。当时大家还半信半疑，觉得会不会是自然界的矿物富集。可是到了21世纪初，科学家重新对封土堆进行了氡气测量和汞蒸汽探测，结果再次显示，这片强汞异常区的源头来自于封土堆正下方的地宫深处，而且只在地宫上方，周围的土壤都没有同样强度的汞异常。也就是说，地宫里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制造的水银，这些水银正在缓慢挥发，穿过几十公尺的夯土层，被现代仪器捕捉到。更让专家震惊的是，当他们把汞分布图绘制出来，把这张图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朝疆域图放在一起对比，结果发现两张图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汞浓度的分布是东南、西南最强，东北、西北较弱。如果把水银看作江河，那么东南方向的强汞区正好对应着长江入海口和东海，西南方向的另一个强汞区对应着长江上游和巴蜀的水系，东北方向相对较弱，
对应着黄河下游和渤海。整个秦帝国的水文版图被微缩成液态水银，铺在这座地下宫殿的底部。秦始皇是要在死后继续拥有自己征服的每一寸土地，他要让帝国的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海洋在地宫里永远流淌，永远循环。原秦陵考古队队长、西北大学的段清波教授分析，这是战国晚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完美体现。墓室顶部象征天，铺设四神28星宿的天文图；墓室底部象征地，用水银制作的帝国水系版图。秦是水德，水德上黑，所以秦的礼服、旌旗都是黑色，水银和黑色，正是秦始皇个人信仰的核心象征。水德是什么？这是战国时期五行学说里的一个概念。邹衍提出五德中始说，认为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那么取代周朝的王朝必然是水德。因为水克火，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刻把这套理论奉为国策。从此秦帝国的衣服颜色上黑，车马旌旗上黑，数字上6，连黄河都被改名为德水。在这套宇宙观里，水是秦的本命元素，水银作为水的最尊贵形态，被用来作为秦始皇墓室的主要装饰，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那么这些水银从哪里来？2000多年前，秦人怎么有办法获得这么大量的水银？史记里没写，但是现代地质学家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离秦陵不远的陕西浔阳县，正好有中国最大的汞矿之一。考古学家在浔阳一带发现了大规模的秦代采汞遗址，而浔阳汞矿的同位素特征跟秦陵土壤中检测到的汞高度吻合，也就是说，秦始皇可能调动了整个帝国的矿工，在浔阳日以继夜地开采水银，然后一车一车地运往骊山，倒进地宫里。更有意思的是，史记里还记载了另一个跟水银有关的人物，叫做八寡妇卿。这个女人是巴蜀地区的丹砂大商人，她的家族世世代代垄断着当地的朱砂矿山。朱砂就是天然的硫化汞，加热之后可以提炼出纯水银。八寡妇卿守寡之后，独自经营这个庞大的矿业帝国，富可敌国。秦始皇亲自接见她，把她奉为贵客，还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叫做怀清台的纪念塔。为什么一个边远地区的寡妇商人能得到秦始皇如此礼遇？司马迁的解释是因为他守节有礼，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八寡妇卿为秦始皇陵的水银工程提供了关键供应，他可能是当时整个帝国最大的水银供应商。秦始皇对他的尊重，本质上是对自己永生工程供应链的尊重。那这些水银到底有多少吨？民间流传一个说法，说里面有100吨水银，但是严肃的学者指出，这个数字其实没什么根据，是随意推测的结果。比较合理的估计，地宫里的水银大约在几十吨到接近100吨之间，这个数量已经足够淹没整个墓室底部，并且足够挥发出能穿透30多公尺夯土的汞蒸气。水银的功能不只是视觉上的震撼，汞蒸气本身就是剧毒，任何试图钻进地宫的盗墓贼，只要打开一个小洞，就会被里面涌出的汞气当场毒死。这是秦始皇给自己准备的第一道隐形防线。更巧妙的是，水银的挥发还会杀死墓室里的细菌和昆虫，让所有的陪葬品保持完好，让秦始皇的遗体得以长期保存。秦人不见得知道这背后的化学原理，但他们透过经验总结出了水银的这些特性，并且把它用到了极致。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水银还在流动吗？这就是另一个让专家既兴奋又困惑的问题。史记里写机象灌输，意思是有机械装置让水银像河流一样流动循环。要做到这一点，秦人必须在地下安装某种水泵、某种机关，把水银从低处抽到高处，再让它顺着模拟的山脉流下来。这在工程学上要解决几个世纪难题，包括动力来源、密封材质、磨损问题。即使是现代最先进的材料，要在没有维护的情况下连续运转2200年，几乎不可能。所以多数专家认为，那些机关早就停了，水银现在应该是静止地铺在地宫底部，只有少量在自然挥发。但是这里有一个让人想不通的问题，如果水银只是静止地躺在那里，理论上挥发速度应该很慢。2000多年下来，
地宫里的水银应该已经挥发掉大部分，可是现代探测显示，地宫上方的汞蒸气浓度依然非常强烈，这意味着里面要么还有大量的液态水银在持续挥发，要么里面真的有什么神秘的机制还在驱动着这套水银循环系统。也有少数民间研究者大胆推测，秦人可能掌握了某种我们至今不理解的能源，能驱动地宫里的机关超越材料极限地运转至今。当然这只是猜想，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但是2000多年前的秦人留下的这个谜团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开。地宫的顶部更不得了，史记说上据天文，下据地理。所谓上据天文，就是在墓室的天花板上按照真实的星座位置镶嵌宝石，绘制星图，重现整个天空的星象。专家根据战国时期的天文资料推测，这套星图很可能是中国最古老的完整28星宿图，每一颗宝石都对应着一颗真实的恒星。秦始皇躺在地宫底部，头顶着整片夜空，脚下流淌着帝国的山河，这就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永恒王座。中国古代的28星宿是把黄道附近的星空分成28个区域，分别由28个星宿守护。这套星图在战国时期的随州曾侯乙墓里也曾发现过，是中国最古老的完整天文体系之一。秦始皇陵地宫顶部很可能用了类似的设计，但是规模要大得多。专家推测，墓顶可能镶嵌了珍珠、夜明珠、宝石等等大量发光材料，模拟星辰的闪烁。即使在没有自然光的地下，这些宝石也能在长明灯的照射下反射出微弱的光芒，给人一种真实夜空的错觉。秦始皇躺在棺椁里的时候，他抬头看到的是整片他征服的天空。可是这座地下帝国还有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史记说令将作击弩矢，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也就是说地宫里装设了自动发射的弩箭机关，任何接近的人都会被射穿。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结合兵马俑坑出土的秦代弓弩遗存来分析，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秦代的弓弩做工精良，弓背长达125公分，射程相当远。秦人完全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带有触发机关的自动弩箭系统，靠重力、弹簧或者绳索控制，只要有人踩到特定的机关，弩箭就会自动射出。问题是，这套机关到今天还能用吗？多数专家认为，木质和绳索的部件早就腐朽了，但是金属的弩机、青铜的箭头可能还能保留。也就是说，就算机关不能自动发射了，地宫里依然有可能保留着大量的青铜武器。那些武器当年是为了阻止盗墓贼而设计的，现在则是为了警告我们，这座坟墓绝对不欢迎任何人闯入。还有那个传说中的长明灯，史记说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9之。人鱼膏是什么？不是美人鱼，是中国的娃娃鱼，也就是大鲵。这种两栖动物身上的脂肪燃烧时间极长，秦人据说搜集了大量娃娃鱼炼油，做成蜡烛，放在地宫里可以燃烧很久很久。当然，再多的油也不可能烧2000多年。但是有意思的是，密闭的地宫里氧气有限，这些长明灯很可能在墓室封闭后的某个时刻，由于缺氧而自动熄灭。但是他们可能已经陪伴秦始皇度过了相当长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不是没人尝试过盗挖秦始皇陵，《汉书》、《史记》、《水经注》等多部古籍都记载了项羽盗墓的传说。据说项羽攻入关中之后，调动30万大军挖掘秦始皇陵，连续挖了30天，运出大量财物。后来又有牧童放羊不慎引发大火，把地宫烧了90天才熄灭。再后来赤眉军、石虎、黄巢等人也都曾试图盗挖，但是现代考古学家经过仔细勘察，已经有共识认为，这些古籍里的记载大部分是夸大其词。项羽当年闯入的地方，主要是秦陵外围的兵马俑坑和地面建筑群，因此这些区域确实留下了焚烧痕迹，特别是兵马俑坑的木结构顶棚都被烧过，但是主墓室本身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现代物探扫描显示，封土堆内部没有任何大规模盗洞的痕迹，地宫的密封结构保存完好。秦始皇给自己建造的这座地下帝国，成功地抵御了2000多年来所有的盗墓尝试。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地宫里有这么多宝藏，
这么多秘密，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是不挖？为什么从1976年开始，学界年复一年的呼吁发掘，官方就是不松口？答案有几个层面。第一，技术根本不够。兵马俑就是血的教训，当年那些色彩鲜艳的陶俑，一接触空气就在几分钟内褪色消失，眼睁睁地看着2000年的色彩在面前蒸发，那种挫败感折磨了整整一代考古学家。秦始皇地宫里的东西比兵马俑要珍贵10000倍，包含丝绸、漆器、竹简、书画、青铜、玉器等等各种有机和无机材质。一旦开挖，这些材料接触到氧气、湿度变化、光照，几乎肯定会在短时间内氧化、脆化、变色、粉化。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挖开，我们得到的不是秦始皇的真实面貌，而是一堆灰烬。第二，汞中毒风险极高，地宫里有几十吨到接近100吨的水银，挖开的瞬间，汞蒸气会大量释放，不仅会毒死施工人员，还会污染整个关中平原。临潼区和西安市加起来有上千万人口，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汞中毒的后果是不可逆的，会伤害肾脏、神经系统、生殖系统。被汞污染的土地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慢慢恢复。在没有完美的密闭开挖技术之前，贸然动土等于自杀。第三，结构稳定性未知。地宫已经在地下封存了2200多年，内部的承重结构可能已经非常脆弱，一旦开挖，整个墓室很可能瞬间坍塌，把所有的宝藏压成碎片。考古学家在勘探时发现，地宫的某些区域可能已经出现了轻微的下沉迹象，这意味着上方的夯土已经对下方造成了压力，内部的木构件可能已经部分腐朽，无法支撑原有的结构。一旦开挖造成压力释放或者震动，后果不堪设想。第四，没有任何国际先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完整发掘过如此规模的帝王陵墓，而又保住了所有文物。在没有充分把握之前，任何发掘都是赌博，而这个赌注我们输不起。埃及金字塔被打开了，但是里面的文物大量流失到欧美各国的博物馆。马王堆汉墓挖开了，辛追夫人的尸体保护到今天还是一场持续的化学战争。明定陵被发掘的悲剧更是惨痛教训。万历皇帝和2位皇后的金丝楠木棺椁被当地农民劈了当柴烧，无数丝织品在短时间内全部腐烂变黑。这些教训让中国考古界刻骨铭心，于是中国官方定下了一条铁律，叫做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宁可永远不知道地宫里的真相，也不能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毁掉这个人类文明最珍贵的时间胶囊。可是好奇心怎么办？不能挖，难道我们就永远看不到地宫里的样子吗？不，现代科技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答案。近几年，一项被叫做妙子断层扫描的技术悄悄登上了考古的舞台。原理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从外太空飞来的高能宇宙射线撞击地球高层大气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叫做谬子的次原子粒子。这些谬子非常神奇，它们几乎可以穿透任何物质，包括岩石、混凝土，甚至几百公尺厚的山体。可是当它们遇到密度更高的物体时，吸收率会稍微增加，遇到空洞时，吸收率会降低。如果我们在地下不同位置安装多台谬子侦测器，记录每个方向上谬子的数量分布，然后用电脑演算法重建影像，就能绘制出地下空间的3维结构图。这个原理跟医院里帮人照 X 光是一样的，只不过用的是宇宙射线。这项技术最早在埃及金字塔被使用过。2017年，国际团队用谬子扫描技术在大金字塔内部发现了一个从未被记载过的隐藏密室。这个发现震惊了全世界。如果谬子能在4000多年前的金字塔里找到隐藏空间，那么用在2200多年的秦始皇陵上，理论上也完全可行。2020年前后，中国科学家在中央政府的经费支持下，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特别制作了一个秦始皇陵的缩小模型，把这个模型放在2台谬子侦测器之间，深埋地下，然后采集数据进行影像重建。结果令人兴奋，重建的影像能够准确还原墓室的大小和位置，误差只有 7% 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秦始皇陵周围合适的位置安装足够的谬子侦测器，
运作几年的时间，理论上可以绘制出整个地宫的3维结构图，包括墓室的形状、棺椁的位置、陪葬品的大致分布，甚至能找到秦始皇遗骸的可能所在地。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动一铲土，地宫可以继续安睡，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貌。于是从2020年代开始，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计划悄悄展开了。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把宇宙射线当成 X 光机，把秦始皇陵当成病人，给这座2200多年的地下帝国做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等到扫描完成，再结合过去60年累积的所有物探数据、文献记载、相关秦墓资料，工程师就可以用 AI 模型把整个地宫一砖一瓦的复原出来。我们不用挖，就能看到那个被封存了2200多年的世界。事实上，类似的 AI 复原工作已经在进行中。2025年5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叫做《寻古中国探秘秦始皇陵》。这部片子大量运用了即时 3D 创作工具、人工智慧和虚拟制片技术，把秦始皇陵的全貌、周边的山形水势、兵马俑和百戏俑的细节全部重新还原。观众透过荧幕可以走进地宫的虚拟空间，看到水银江河流动的样子，看到顶部星辰闪烁的样子，看到秦始皇棺椁周围机关密布的样子。虽然这些都是基于数据的艺术化重建，跟真实的地宫可能还有差距，但是这已经是人类目前最接近地宫真相的视觉呈现。2025年7月，西安还推出了一个名叫帝国密码秦始皇陵的全真 XR 体验空间，观众戴上头盔就可以化身考古探险家，走进 AI 复原的地下帝国。他们亲手推开地宫的大门，迎面是凛凛雄风的兵马俑军阵。他们看到金凫宴闲光引路，看到精妙的机关装置等待着启动。虽然是虚拟的，但每一个细节都来自863计划多年累积的真实物探数据。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墓道都尽量还原秦人当年设计的样子。可即使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其实依然在窥探一个巨大谜团的边缘。妙子扫描能告诉我们墓室的形状和密度分布，但是看不到具体的陪葬品。物探能找到金属，但是分不清是青铜鼎还是金凫宴。AI 能根据史料复原想象，但是想象不等于真实。我们真正能确定的，只有一些骨架性的事实，比如地宫的大小、位置、水银分布、防水结构。至于里面具体有哪些宝藏，是否真的有秦始皇的遗骸，是否真的有完整的28星宿图，是否真的有自动弩箭机关，是否真的有人鱼高长明灯，这些都还是2000多年的谜。当你站在 AI 复原的地宫虚拟空间里，你会忍不住想，秦始皇当年躺进这座地下帝国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真的相信自己会在这里永生吗？他相信头顶的星辰会永远陪伴他，脚下的江河会永远流淌吗？他相信70万人为他建造的这个地下世界能够抵御时间，抵御盗墓贼，抵御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吗？从某个角度说，他成功了。2200多年过去，这座地下帝国依然完好。项羽、赤眉军、石虎、黄巢，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盗墓者都曾试图染指秦始皇陵，但是没有一个成功。考古证据显示，他们顶多打开了陵园外围的一些建筑，主墓室从未被打开过。秦始皇在地下沉睡了2200多年，他征服的山河继续在他脚下流淌，他征服的星空继续在他头顶闪耀。从另一个角度说，他又彻底失败了。他渴望永生，他求仙问药，派徐福带童男童女出海寻找蓬莱，可是他终究死在了东巡的路上，享年50岁。他的尸体在7月的酷暑中腐烂，李斯和赵高为了掩盖死讯，用一车鲍鱼混淆尸臭，最后狼狈地送回咸阳。他费尽心思留下的秦帝国，他原本希望传之万世的基业，仅仅延续了15年就轰然崩塌。今天他孤独地躺在骊山脚下的地宫里，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帝国，没有了传承，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水银和满天的死寂星辰。更讽刺的是，他生前焚书坑儒，企图烧掉所有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把儒生活埋在咸阳郊外。他要钳制天下人的口和心，要让帝国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意志生活。可是2000多年过去，他的书没烧掉儒家，
他的坑没埋死后世。今天我们依然读着孔孟，依然讲着仁义礼智信，依然把秦始皇当成暴君的代名词。他企图控制的东西全部失控了，他唯一保住的就只剩下这座地下帝国。也许这就是历史最深刻的讽刺，一个毕生追求永恒的人，最终真正留下来的不是他的帝国，不是他的后代，而是他为自己建造的那座坟墓。这座坟墓比他活着的时候更有名，比他统治的疆域更广为人知，比他的任何政策都更打动2000年后的人心。秦始皇没有获得他想要的永生，但他用这座地下帝国获得了另一种永生，那就是被人类永远记住，永远探究，永远想象。也许有一天，当技术真正成熟，当 AI 演算法能够100%精确地还原地宫的每一个角落，当保护材料足够先进，防拱措施足够完备，中国政府才会考虑真正打开那扇沉睡了2000多年的大门。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没人知道，可能是2050年，可能是2100年，可能更远。但是只要那一天还没到，地宫就会继续沉睡，水银就会继续流淌，星辰就会继续闪烁，秦始皇就会继续以他想要的方式统治他的地下帝国。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守护这座地下帝国的秘密，让那些 AI 复原的影像，让那些谬子断层扫描的数据，让那些863计划的探测结果，慢慢拼凑出一个越来越接近真相的图景，让我们的孙子的孙子能够在某个遥远的未来真正看到水银江河的流动，真正看到星辰穹顶的闪耀，真正看到那个被封存了2000多年的最完整的秦始皇的地下帝国。也许那才是秦始皇真正期待的时刻吧。毕竟一个帝王最寂寞的不是孤独，而是被遗忘。而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他，在想象他，在试图理解他，这本身就已经是他想要的永恒。当你下次旅行到西安临潼，站在那座76公尺高的封土堆下，仰头看着夕阳把骊山染成暗红色的时候，请记住，你脚下30多公尺深的地方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水银正在流淌，星辰正在闪耀，一位帝王正在沉睡。他等了2200多年，还会继续等下去，等到那一天，等到他被真正完整的重新看见，